大家好，我是思凡，本期是优拉全方位攻略，全程干货，一定有你没注意到的细节点。希望喜欢的观众别忘了给本视频点个赞哦。直接进入主题，我们还是从优拉的普通攻击开始说起。5段普攻7次伤害，明明看着攻速挺快的，为什么一到实战打起来的时候就有一种笨重感呢？有2个原因。第一点很容易理解，是因为卡肉。什么是卡肉？就是当武器攻击到敌人身上时，会有一小段的停顿。这段停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打击感，算是模拟了刀打进肉里的那种不顺畅感，所以体感上就是攻速变慢了。不过卡肉停顿的这段时间在游戏中是不计算的，对怪来说相当于是暂停了。卡肉延长钟离的实话的原因就在于此，所以不用太担心时间 buff 什么的是能被延长的，主要影响的还是手感。那么第二点原因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优拉的第5段攻击。优拉的攻击最丝滑的是前3段，第4段攻击是一个搭肩的上挑动作，收尾是一个背身式，把大剑摆在后面摆个 pose， 短暂的停顿一下之后呢，再打出第5段的下砸动作。下砸完了之后还有惯例的一段后摇，这段后摇不用管，每个角色都有的。问题就出在这第5段攻击，虽然第5段攻击的2次伤害总倍率是最高的，但这段攻击也是影响手感的罪魁祸首。首先它的攻击动作是最慢的，而且我觉得上挑接下砸这个动作设计也蛮蠢的，很容易打空，你知道吗？一旦我这个上挑打出怪的硬直，这个下砸是很容易空掉的，要是下砸的距离再远一点，我觉得倒还可以接受。所以实战中我们没必要去追求打出优拉的第5段攻击，前4段就足够了。当然也不是说真的就不打了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然后是元素战技，分为长短按，短按给1到2颗球，长按给2到3颗球。短按元素战技除了会造成一段冰伤之外，还会获得1层冷酷之心的效果，这个就是优拉的核心机制。每层冷酷之心都会提高优拉的抗打断能力和 30% 的防御力。冷酷之心效果的判别方式有3种方法，一是观察披风的颜色，1层是这样，2层是这样，更明亮了。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更容易辨别的方式，切人的时候优拉头上有时候会出现1把或2把剑的图标，这个就是冷酷之心层数的标志了。1把就代表此时优拉有1层冷酷之心的效果，2把就代表有2层，且只要你有冷酷之心的效果，每次切人都会有提示的。第3种就是在释放元素战技的时候，优拉头上也会出现剑的图标，只是容易被特效掩盖过去，没有那么明显。冷酷之心的效果可以持续18秒的时间，绝对是足够持久的，我们不用太担心效果会过快消失。在使用过程中呢，我发现冷酷之心是会共享冷却时间的，也就是说叠到2层的时候，后1层的冷酷之心会刷新前1层冷酷之心的 CD。 如何证明呢？注意看这里披风的特效，这是1层的特效，我们打完1层之后，等一会儿再打第2层，让1层效果的持续时间减少的多一点，然后现在打第2层，这是2层的特效。然后我们等待披风特效消失，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披风特效并不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，而是2层特效到直接消失。我长按试了一下伤害，发现也确实是2层冷酷之心的伤害，所以这个结论是正确的。换种更容易理解的说法，冷酷之心的层数并不是简单的叠加，而是类似于升级。1层的时候是1级的效果，之后我们只要保留这1级的效果，在18秒内再叠1层，就能升级为2级的效果。2种等级的效果持续时间是独立的。当优拉拥有冷酷之心效果时，长按元素战技会消耗掉所有的冷酷之心，并削减身边敌人 25% 的冰抗以及物抗，减抗效果持续7秒。每层冷酷之心会转化为1柄冰剑，造成冰元素伤害。如果此时你有2层冷酷之心，除了本身的技能伤害和2把冰剑的伤害之外，得益于固有天赋4的效果，还会额外创造1柄能立即爆发的残缺的光降之剑。这把光剑的伤害是大招基础倍率的1半，是物理伤害，这段小爆发的伤害是非常可观的。当然前提是你有2层冷酷之心的效果，若是只有1层的话，是不会有这段物理伤害的。虽说只有1层冷酷之心时，长按也会有减抗的效果，但只能打出战技的基础伤害和1把冰剑的伤害，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叠2层冷酷之心再长按比较赚。几个注意点，长按战技时的减抗减的是周围的敌人，所以长按时要注意不能离怪太远了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长按的元素战技是可以轻松叠满苍白套的 buff 的。苍白道虽然有 0.3 秒的时间限制，但经过测试，不论是1层还是2层冷酷之心，也都是能叠满苍白套的2层的效果的。我这里优拉原本攻击力为2453，打一个短 E 之后等7秒，让苍白道第1层效果消失，然后打一个长 E，此时攻击力为2624，
增加了171的攻击力，90级尤拉加朗莫的基础攻击力为950，950乘以18%等于171，是对得上的。不过毕竟的灵命长按冷却时间有10秒，实际意义不是很大吧，2命就另说了。虽说尤拉的定位是主 C 吧，但我觉得也不要忽略它的辅助性，元素战绩的减抗效果还是有待开发的，实在不行给乌克雷泽当个辅助也不是不可以。等以后出了更强烈的冰伤 C， 没准也能用呢。尤拉的元素爆发这个大招还是很好理解的，但我相信有很多细节大家还没有搞懂。尤拉的元素爆发有2次伤害，第一次是开大时有段冰伤，这段冰伤就是给你上超导用的，不做讨论。第二段是大招结束时光降之剑的误伤核弹，这段伤害才是大招的关键。光降之剑有一段基础伤害，10级倍率725，也不低了。此外，我们需要在7秒内通过普攻、战绩或者大招积蓄能量，以10级为例。每次能量会提高148.2的倍率，这个7秒的时间具体是如何计算的？我想应该有很多人会有疑惑。这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这7秒的时间是从大招动画结束之后开始计算的。此时身后会出现一柄残缺的光剑，而结束的时间是在光剑完整形成的一瞬间，并不是伤害炸出来的那一瞬间，是在这个时候。此时伤害没有炸出来，光剑完整形成之后，还会有一段向上抬起然后落下的动画，然后再爆炸。而此时你已经叠不上层数了。如果单纯放大的话，整个过程是只持续10秒多一点的。所以除去大招开始动画以及结束后光剑的下达动画总共3秒多的时间，期间的7秒才是我们叠层数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大招的第一段冰伤其实是不计算层数的。文案不是说尤拉的元素爆发也能积攒能量吗？能攒，但是我们打不出，没准连击时4尤拉大招可以相互叠层数呢。所以根据以上的前提条件，我们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用尤拉的普攻和元素战绩在7秒内打出最多段数的伤害。首先结合视频一开始尤拉普通攻击里所说的内容，我们不打第5段的伤害。其次我们要注意这 0.1 秒的积蓄能量的时间间隔。什么？你说 0.1 秒能影响什么？别小看了这 0.1 秒啊，克拉！我们在大招期间时必定需要长按1次的，长按的减抗只会持续7秒。结合我之前刚说的，7秒结束之后，光剑还会有一段下杂动画会占据时间。那如果我在大招动画结束后马上接长按，是不是就吃不到减抗了呢？并不是，光剑爆炸的那一下还是能吃到减抗的，所以不用过于担心这点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我还做了一个实验，这是90级训练大剑无声有物的尤拉，流程是短音起手接 Q 接长 E， 但2次长 E 的释放时机不同，一次是立即释放，一次是等一会儿再释放。除此之外不打任何的普攻，可以看到大招伤害是一样的。所以即便动画结束立即长按，减抗也是能持续到光剑爆炸的。我有想过是不是因为长按减抗不是立即触发的，但通过慢放可以发现在长按打出来的时候减抗就已经生效了，所以应该是因为长按的起手动作比较长的原因。此外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长按的4段伤害，请问这4段伤害的每段伤害之间的间隔超过 0.1 秒了吗？我想大家应该也会有这个疑惑。从长 E 是可以垫满苍白套的效果来看，至少1、2两段的时间间隔是大于 0.3 秒的，而2、3、4这3段之间呢？这里我同样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长按 E 是可以叠加4层伤害的，这点也是计算得出的。想看计算过程的可以去 P2， 这里我就直接说结论了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长 E 完之后我们不能立马接普攻，原因就在于 0.1 秒的时间限制。长 E 完后剑的伤害是陆续打出去的，而此时我们接普攻就会造成伤害重叠，所以我们需要等一等，等到第2把冰剑炸出来之后我们再接普攻。最后得益于固有天赋6的影响呢，开大之后元素战绩的 CD 会被重置，且会赋予你1层冷酷之音的效果，所以我们开大之前只需积攒1个短 E， 就能在大招期间打出2层的长 E 了。注意以上几点，我们就差不多能稳定打出12、13层的大招倍率了。有几种操作手法：EQ 起手接 A4 下，然后长 E 一直 A 到大招结束，或者是 EQ 起手接长 E， 然后 A4 下，然后闪避取消后摇，接着 A 到大招结束，各有优劣，看自己喜好选择吧。不过实际上实战中各种因素都会存在，我认为不必太执着于大招的层数，注意自己的输出节奏才是关键。接下来是几个注意点：
第一，大招切人后就会直接爆炸，这点我发现部分人并不知道。确实，追求大招大数字那下是很爽，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主动引爆才是最佳选择。贪刀一时爽，一直贪刀，可能人就没了。第二，假如大招期间优拉的普攻全打在盾上了，那么恭喜你，你一层也没叠上，你的剑还是如此短小，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打出伤害。第三，优拉大招不锁面板，和莫娜大招类似，是需要在炸的那一下吃全 buff 的。不过优拉大招还真没什么必要去吼，随便打10几万伤害是有的。说完了普攻战绩和大招，简单的聊一聊优拉的加点吧。我们先把天赋点到666，之后先把普攻点满，再去点大招，最后点元素战绩。我个人认为还是普攻的收益比较高，大招就炸那么一下。在大世界练度好一点的优拉的大招是根本炸不到人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能撑过前戏的。当然，假如你的优拉配对大招循环跟得上，那先点大招也没有问题，循环越快，大招占比也就越高。不然我还是推荐先点普攻。听哥一句劝，优拉大招你把握不住的，命座就不聊了吧。1、2命提示还不错，如果有意向冲命座，冲到2命即可。优拉的武器选择，5星武器松濑、朗墨、天空之傲，以上3把都行。松濑和朗墨的差距呢是真的不大。举个例子，大招7秒时间用松濑能比用朗墨多叠1层，你自己体会。4星武器推荐赤武剑和雪藏星银，一把是 G 型武器，一把是雪山白送的，别和我说你们没有啊。圣遗物还是推荐4苍白或者2苍白2血染吧，有好用的角斗士也能替换。4苍白没有想象中那么差，灵命虽然会断效果，但覆盖率没有想象中那么低，而且大招期间是能吃满的。当然最稳妥的还是2+2，看自己的选择吧。另外优拉很缺充能，有大招的优拉和没大招的优拉伤害差了非常多，所以圣遗物最好歪点充能，个人认为充能歪到130到140即可。虽然本来是想试试冰套优拉的，但感觉好像不太行，所以还是按正常的配装来就行。优拉的配对，首先我们很明确的一点，优拉大招80能量需要绑定双冰，这点基本上是锁死了。而这个最佳冰队友呢，目前来说一定是罗莎莉亚。第一，罗莎莉亚天赋能给队友加至多 15% 的暴击率。第二，6命的罗莎莉亚能降低物理抗性 20%， 不过6命的持有率并不高，但就算是0命，加个暴击率也是很不错的。关键是罗莎莉亚的战绩 CD 短，给优拉当抽能是相当可以的。除此之外的兵我觉得都差不多，迪奥娜、凯亚、甘雨，迪奥娜算次选吧，有奶有盾还是香的，而且迪奥娜给的球很多，虽然战绩 CD 长，但可以用祭礼攻。总之别选重云就行，总不能打冰伤优拉吧？不打大招的冰伤冰套优拉，怎么感觉可以试一试？那么双兵选好了，我们还需要一个雷系来打超导。这个雷系我觉得不用太纠结选谁，北斗、奥兹、丽莎，就连克勤我觉得都是可以的，因为超导减物抗的效果可以持续12秒，时间是足够长的。除非你指望这个雷系能多打点伤害，或是多打点元素威力，具体怎么判断超导呢？这点我们能从怪物身上下降的箭头看出来，这样实测出来的时间是12秒。当然中里的盾也会使怪物身上出现下降的箭头，所以两者重叠时就不好判断了。双兵和雷都有了，最后一个位置看自己的需求带吧。我个人推荐钟离，而且最好是血牛钟离，不仅有减抗，而且你可以随便贪刀，双倍的快乐，容错率大大提升。最后优拉身为一个5星兵属性物理大剑角色，我认为它的强度是在线的，虽然缺点明显，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办法来优化或者是解决。能够好好使用优拉的话，它一定会帮助到你，即使不用大招也能纵横铁瓦特大陆。深渊表现其实也还可以，比较害怕雷银术士这种喜欢乱跑的怪，面对攻击欲望高的怪是完全不虚的。优拉就适合打那种喜欢跳脸或是原地不动的怪，像是12-2下半的动物园，优拉一个大招是可以轻松解决的。那么以上就是优拉攻略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觉得有帮助到你就请点个赞吧。新人 UP 求关注求3连，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